中学课本里老舍、骆驼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，谁没度过？万万没想到，今天我竟然亲身复刻了这一幕。从武当山出发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，刚上高速就被瓢泼大雨浇了个透心凉。更气的是，跨省抵达甘肃的时候还遭到了恶意别车。但这些波折都值了，因为我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，遇到了寻访多年的文化宝藏。7月23号清晨，武当山还裹着一层薄雾。我跟南水宾馆的老板辞行。这位见识多广的老板临别的时候特意叮嘱我，路上的风雨都是风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话竟成了精准的预言。摩旅的魅力不就在于此吗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遇见的是风雨还是晴。正因为这份未知，才让人着迷。出发的时候天清气朗，连风都带着几分温柔。我还暗自今天运气加持，结果刚上高速，豆大的雨点就密密麻麻地砸下来。又下大雨喽！这次，刚好赶上服务区了。今天得老老实实的把雨衣穿好，再热也得把雨衣穿好，否则的话，等下又成落汤鸡喽！别看下雨啊，天气气温30度，又湿又闷又热，这就是夏季摩旅啊！哈哈。这个雨下起来，整个天地之间云帆雾罩的，但是对摩友实在是太不友好了。现在开始下暴雨了。走吧。摩旅过的朋友都懂，雨天的骑行不只是路面的湿滑，更怕的是视线的受阻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前方的路面有没有危险，你只好降低车速，慢慢的往前骑。到陕西汉中了，这是一个服务区，天气太热了，高速上没有几个人，连服务区也没有几个人，冷冷清清的，你看看，天气真的是热爆了。瞧瞧我这孤独的摩托车，整个服务区就看见我这一辆车停在这。我要进去付钱吗？对。这边的人怎么这么少啊5号枪95发烧，这条路本来车就少。我这一路上就见我一辆摩托车在路上跑。而且今天车本来就少，太热了，然后出来人少。前2天出来人还多一点，今天这条路人本来就少，车子多。我就觉得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怎么大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？这也是高速公路，怎么没车？10天高速本来车就少，再加上那个今天车本来更少。没有。这个是有糖的。可以，在你这歇会儿，太热了。对，陕西最后一站。最后一站，那也就是说前面交界处了。前面是甘肃了。
终于快要到甘肃了，本来想多休息一会儿，但一想到距离我痴迷的藏地越来越近，那种对于未知文化的期待彻底压过了一路的疲惫，于是我继续前行。搭略阳收费站出去之后，我就马上要走公路了，也就是代表着今天我从湖北武当山上来之后，跨越了整个陕西省，接下来的话就需要进入到甘肃省。也就是说，我从一个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省份，然后到另外一个不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省份，这种通行方式是可行的。我等前面的车辆交完费之后，我就停下来交费。摩托车交高速费。你好，你是领了卡的吗？对，插进去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正在读卡，坐骑远控连接失败，请重新尝试求助按键，或寻求外勤人员处理。坐骑远控连接失败，坐骑远控连接失败，请重新尝试求助按。坐骑远控连接失败，请重新尝试求助按键，或寻求外勤人员处理。那路口给你按的是啥车型呀？啊？路口给你按的啥车型啊？不知道啊，就输了我车牌。不知道啊，那你稍等一下啊。他就问了我车牌，我就告诉他了。我这是摩托车。我知道。正在计费，金额346.00元，请展示付款码或刷 ETC 卡缴费。你是按照一客的车型收费的，一型客车能收费的。这个不对的。那它入口就是一型客车，我们除了一型客车，最便宜的就是一型客车了。客车最便宜的一型客车，他一个一按最便宜的给你算了。你这个要算也是小汽车呀。这就是小汽车呀。小汽车等于300多块呀。小汽车就是一型客车呀，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你看收费标准在这儿呢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一型车530多公里，你走好啊，往前再试一点，好。我这车不好停。哎，算了，不停。我这在停车也容易倒。你是按照小汽车跟我收费的是吧？一型最便宜的车型就是一型客车，我们就是所有客车里边请重新展示付款码或刷 ETC 卡缴费。这个太贵了，哎。你扫它，在这儿呢，在那。支付成功，如需发票，请按打票键。祝您一路平安，再见。这个高速费有点贵啊。一开始摩托车能上高速还让我挺兴奋的，不过现在交高速费让我有点肉疼，因为这个高速费比我今天的油费还高。这是一型客车最便宜的，就小一型客车就小汽车是吧？对，5座的小汽车，5座、7座、9座都属于一型客车。交完费之后，我本来想设置一下导航再走，但是后面那辆车一直在按喇叭催我。我想了一想，不能耽误人家通过，所以我就没有设置导航，而是直接把摩托车往前面骑，先把道路给他让出来，让他先通过。吹个毛吹，你再吹个更慢。我起初是想把摩托车停在这里设置导航的，
但想了一下这里可能不太安全，所以我又继续往前开到边上去。我在这里设置导航的时候，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我在下面的路口会被别车。现在想来，就是后面那辆催我的车赶上来之后，他故意别我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小心眼会成这个样子。我在那里交费，又不是故意堵着不让他走。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开小车的人，就是对骑摩托车的人有着那种满满的恶意或者叫敌意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公路上走的时候，后面就跟着一辆大车，那个大车就不停的摁喇叭在那催我，不停的在催我，但我的前面其实有小汽车嘛，我也走不了快，所以他不停的催我，我当时就比较烦，我就直接把前面那个小汽车超过去了，然后到了那个小汽车前面去了，其实就隔着一辆车的距离了。然后因为那个后面那个大车被那个小汽车给挡住了嘛，他也超不了那个小汽车，所以那个小大车也没办法了，后面也不按喇叭催了。所以这些人，我想是不是真的是对骑摩托车的人有敌意？注意看啊，左边这辆白车，注意看，他故意别到我前面，然后我一个急刹车。啊！你妈的在那刹车干嘛？因为我的急刹车导致后面的车也急刹车，所以后面的车也有意见。刚才猛踩刹车，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因为我差一点就追尾了。想起来有点后怕，真没想到开着奔驰车的那个人心胸居然这么狭隘。看着前方的太阳，本来这个时候应该是风景尚好，心情很好，但却因为这一点点小事让我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。我逐渐平复了自己的情绪。魔女教会我的，除了要面对困难，要勇敢，还需要有包容。与其跟这种人计较消耗自己，不如专注于眼前的风景。毕竟我来这里是为了追寻藏地文化，探索中华文明的迭起兴衰，犯不着为这一点小事打乱节奏。穿行在甘肃的高山与隧道之间，风里面带着高原独有的清冽，瞬间吹走了最后一丝不快。看着两侧飞速后退的山峦，我忽然想通了，我们总是急于抵达目的地，却忘了最珍贵的是路上的每一次情绪的起伏，每一次与自己的和解。这恐怕就是我热爱魔力的原因吧。这一路电线杆上的羌字在提醒着我，这个地方呢是我国古代的羌地。羌地的大致范围包括今天的甘肃、青海的黄河、黄水、洮河、大通河、四川岷江上游一带。殷商时期，羌为其方国之一。到周朝的时候，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。春秋战国的时期，羌人建立义渠国。秦汉的时候，羌人逐渐形成多个部落。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南安羌人姚氏建立后秦政权。隋唐的时候，羌人的部落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活跃。宋代以后，南迁的羌人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，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。羌族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，他们崇拜自然、祖先和图腾。羌人还擅长使用羌笛、羊皮鼓等民族乐器演奏。我记得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《羌在汉藏之间》，实际上就是表明羌人这种独特的汉藏融合的特点。魔旅的时候，我每次对于穿越隧道特别有感觉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开车穿越隧道的时候，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？那就是每次钻进隧道的时候，我总感觉好像是进入一个时光机一样的，从时光机的这头进去，然后穿越一个时空，到达另外一个时空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。我记得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穿过一个隧道之后，就是另外一方天地。
另外一个风景。比如说从这头隧道穿进去的时候还是晴天，跑到那头隧道穿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漫天的大雪。从这头隧道穿进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雾天，跑到那头隧道穿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阳光朗朗的天气。特别是我记得在墨脱的时候穿越隧道的时候，那感觉就是变了两个世界，一下子从冬天跑到了夏天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在旅行当中，隧道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。华灯初上，夜幕低垂，人们在旁边的广场上欢快地跳着广场舞。这个小城充满了生活的气息，也提醒着我今天晚上得找地方去住了。是住宾馆呢，还是露营呢？我想还是住宾馆吧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多骑一些路程，我也可以早点抵达藏地。天色太晚，不想去前面那个酒店了，找到一个公共厕所。公共厕所的最大好处是非上措施，而且还有水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露营吧。今天花钱花的太多了，过路费都花了将近400。忙活了半天，终于把帐篷给扎好了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。今天呢，连续干了11个小时吧，然后从陕西省穿过去，现在达到甘肃了。到了甘肃这边呢，明显觉得不那么热了，有点凉爽了。本来今天晚上还想去找一个酒店，但因为搞得太晚了，正好路边发现这个完美的露营地，所以就露营了。没有钱又想探索世界，只好省着点花。幸运的是，马上就到了青海了，过了甘肃就是青海。甘肃这边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还是要去一下的，那边也是藏区，属于传统的安多地区。目标在望了，加油！昨天晚上选的这个露营地不好，这大半夜的下起了雨，哗啦哗啦的。不过还好是在这个屋檐底下露营的，否则帐篷就要被淹了。听到外面的雨声吗？稀里哗啦的。还有一个不好的因素就是，一路上不停的有汽车路过。轰鸣声震天动地，连地板都在摇，导致我半夜都难以入睡。旅行当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，比如说我今天露营吧，就意外下了雨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些意外呢，确实是一些惊喜。比如说我在明天可能遇到的一个博物馆，那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很小的博物馆，甚至它不在我的拜访行程之列。但是这个博物馆却展出了我心心念念的藏文化，有一些展品，有一些领域，有一些知识，甚至是我在大博物馆都没有看到的。那么我在舟曲博物馆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我是笑峰，自由探索世界，关注我，我们一起去领略藏学之美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